到了傍晚，马车到了河南郡，邓威才追上。等看到小世子乐呵呵的样子，邓威也是很无奈。世子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但九九你怎么来了？邓威已经见过太子了，现在他是来带回世子的。世子，你怎么能突然就跑了呢？你不知道王妃和王爷有多担心呢。你快和我回去吧。不要，我要去看阿神阿莎。小福宝也不放心，邓威带着这么几个人就带小世子回幽州。如果按照他的计划，幽州王在幽州也待不了多久了，小世子还是不要跟着他折腾了。邓统领，小世子就留下吧，过不久啊，幽州王也会进京的。邓威看着小福宝，一个奶娃娃净说大人话。还有太子都没说王爷要进京，你一个小孩子怎么就知道了？但舅舅就听福宝弟弟的，福宝弟弟从来不骗我。小福宝心想，也不是，有的时候是善意的谎言。邓威自然不会只听两个孩子的话语，他觉得还是先写信给幽州王，传递世子平安的消息才行。2天后，沈妃等人终于到达了长安城。长安城距离河南的距离也不远，这一路回来也是顺利得很。沈妃本来以为有太子随行，会有人劫杀太子呢，他连武器都准备好了，左等右等，贼人都没有过来。沈妃不知道，这时候劫杀太子完全一点意义都没有。皇上正当年，加上皇子也有4个呢，就算太子允了，那还剩下3个呢。这时候害太子完全没有意义。车队到达城门口，城门守卫官早就接到消息，因此也是守在城门口恭迎太子回京。太子这次去北地，被皇上老爹给了个好由头，所以这次是立功回来的。长安城的百姓对太子的敬重又高了一重。太子和唐之陵2人骑着高头大马，看着也是威风的很。太子哥哥真威风，幼叔也是，也就那么回事吧。福宝弟弟，我也想要一匹马。幽州王身体瘦弱，所以不喜欢舞枪弄剑的莽夫，自然对骑射也不感兴趣。小福宝点了点头，伸出小胖手，把小世子缩手指的手拿了出来。以后不许缩手指。我记住了。等你长大一点，吃的再胖一点，就让你骑马。福宝弟弟你真好。这孩子不错，但是得有人好好的培养。老4那人不行，自己都不咋地呢，孩子不能给他了。沈妃也抱着孩子，看着街道上的百姓，在人群中竟然还看到了熟悉的人。长姐，长姐！沈妃听到这个称呼还愣了一下，因为自从她来到这里，就没有人这么喊过她。长姐，是我呀！停下，江竹月，你上来吧。江竹月扬起小下巴，瞪了一眼阻拦的护卫，然后麻溜利索着钻进了沈妃的马车。沈妃的马车上有4个孩子，江竹月还吓了一跳。长姐，这都是你的孩子啊？怎么会？这是幽州王府的小世子，剩下这3个是你的外甥和外甥女。小福宝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是你姨母，亲姨母。来，叫一声，我听听。小福宝立即起身，躲到了沈妃的身后，一点也不给江竹月面子。小福宝应该是怕生。江竹月也不在乎，因为她看到了2个小妞妞。张姐，这个小妞妞和你好像啊，叫什么啊？这个是老3，小名是花花；这个笑着的是老2，叫小叶子。张姐，你也太偏心了吧！一个花，一个叶，花明显比叶子好听啊。我们小叶子长得可比花花好看，是不是呀，小叶子？小叶子立即就笑了出来，花花则是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姐姐，然后继续闭眼假寐。张姐，我来抱一下小叶子吧，我得多练习练习。怎么，你也要嫁人了？哪有？那你练习干什么？江竹月想到府中的情况，也是觉得哭笑不得，想到好玩的地方，自己就哈哈地笑了出来。沈妃看他笑的眼泪都出来了，就好奇地追问道：怎么了？笑啥呢？快和我说说。张姐，你不知道现在府中有多热闹。咋了？说说。就是小福宝和小世子也一脸好奇地看着江竹月，竖着小耳朵听着。长姐，现在府中啊，除了王妃娘娘，父亲剩下的女人都怀孕了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府里啊有7个孕妇。沈妃没想到北静王会这么厉害，
他想到给北静王吃的那些好药，也确实可能。沈飞尬笑几声，还真多呀。你说多有意思啊！弟弟这么多年都生不出来孩子，如今生了一回，竟然这么厉害，今年咱们就要有7个弟弟妹妹了。江竹月想到老王妃整日笑呵呵的，就感觉到牙疼。长姐，你都不知道祖母每天有多高兴，一直在喊着江家有后了。小福宝看了沈飞一眼，北静王还真是娘亲救的，否则他自己早就嗝屁了，还能有这么多子嗣，这是想屁吃呢。那还真是恭喜他了。我娘每日摸着肚子，就希望能给我生个弟弟呢。王妃没有怀孕？除了王妃，其他人都有了身孕。按理说不应该的，我娘那么老了都有了，王妃比我娘还小呢。唉，真是奇怪。沈飞想到萧王妃的脸，那是和他老妈长得一样的人呢。难道王妃的身体有毛病？不过问题不大，送他几个孩子还是没问题的。很快马车的队伍就分开了，太子和唐志玲两人带着一部分人回宫了，这次押着的重犯也被刑部的人带回监牢。沈飞则是和江竹月一起回了唐侯府。李嬷嬷这些下人们早就知道了消息，所以也是守候在侯府的外面，等着沈飞回来。嬷嬷，快来2个人，抱着孩子。夫人，老奴就可以。李嬷嬷笑呵呵地走上前来接沈飞怀中的小妞妞。方姑姑也急忙过来，夫人，这是少爷还是小姐啊？2个都是小妞妞。小妞妞好。众人在门口停留的时间不长，于是很快就来到了内院。江竹月也很自来熟，所以跟在沈飞身后也没有觉得不自在。过去沈飞还是他表嫂的时候，他都没客气，现在沈飞都是他亲姐姐了，他更自在。沈飞在大禹朝就没有朋友，难得有个人还能谈得来，更何况两人还有血缘关系，所以面对江竹月的时候也是很放松。小福宝则是带着小世子去了自己的房间，小福宝最想给小世子显摆一下他的小车车，找了一圈才想起来小车车放在皇宫里了。等我进宫之后把车子拿出来，咱们就可以玩了。那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进宫呢？防不护行不行啊？应该快了。少爷，宫中来人了。走吧，带你去皇宫耍耍。小世子很开心，同时更是星星眼地看着小福宝。在他心里，福宝弟弟真的比他父王都厉害。勤政殿，小福宝领着小世子走进大殿。小世子见到皇上之后，直接给皇上磕了一个响头。见过皇姑父。小福宝见到皇上则是不行礼的，皇上也没有顾忌，直接走了下来，把小福宝抱了起来，然后走到龙椅前坐下。你这小子竟然还偷跑，真是该打。皇上说着小福宝该打，但是一只手都不舍得伸。小福宝找了一个舒服的坐姿，在皇上怀中安稳地坐着。留在地上的小世子满眼佩服地看着小福宝，福宝弟弟真是了不起，就是皇上都这么喜欢他。你是老四家的孩子？是，王伯父。唐志玲和太子站在一边，他把一切的事情看在眼里。他也没想到自家亲儿子在皇上面前是这么随意，而且皇上这人貌似比他还关心小福宝。唐志玲也是当了1年多的官员，也知道些皇上的脾性，他可从来没有听到皇上对哪个皇子这么宠爱。而且小福宝也是对皇上这么随意又亲近的状态，让唐志玲有些吃醋。这可有点糟糕呀，唯一的大儿子貌似更喜欢他大伯呀。唐志玲觉得他也要想个法子把小福宝这个亲儿子拉回来。让小世子起来吧，你当皇伯父的总不能欺负小孩吧。皇上还真没有这个意思，一来幽州王这人过去没有和他对着干，人更老实一点。皇上想到这次只有幽州王没有藏私，所以对幽州王府的小世子更好了一些。起来吧，你这次进京是你一个人来的？王伯父，我是和福宝弟弟一起来的，就想见见长安城的风采。不错不错，你比你父王会说话呀。太子这时候想起小福宝和他的商量，于是站出来提议道：父皇，
幽州经过这次战乱，城池也破烂不堪，重建还需花一番心血。加上幽州常年受到北地突厥鲜卑的侵扰，是否可以给四叔换个封地？皇上狐疑地看着太子，他不明白太子好好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提议。太子，这是幽州王的意愿吗？老四可没上折子说挪窝的事，他折子上可都是请求朝廷拨款的要求。没有，是儿臣这么觉得的。皇上觉得这事儿不小，要私下好好议论，不适合在大殿里说。唐侯爷，你带着小世子先下去吧。唐之陵一脸懵逼，为什么是他带着小世子，而不是带着小福宝，或者两个孩子一起离开也对呀？唐之陵虽然有疑问，但也不敢不听话，他还是惧怕皇上的。臣遵旨。于是唐之陵牵着一脸懵逼的小世子离开了勤政殿。勤政殿的大门被关上，就是工人也都被遣走了。说说吧，你是什么打算啊？太子想到小福宝提前和他商量好的说辞，缓缓开口。父皇，幽州有龙脉，那里不适合四叔的封地。龙脉？是的，父皇，幽州极其重要。皇上这时候转身看了一眼小福宝，他觉得这事儿不是太子能知道的。小福宝虽然不想在皇上面前暴露马甲，但他不知道皇上也早就发现了他不寻常的地方，他只不过是没有挑破罢了。这段时间发生的桩桩件件的事都在指向一个结果，小福宝就是他先皇老爹变的。虽然皇上不知道他老爹是怎么返老还童的，或是修仙有了大成，但小福宝有着他老爹完整的记忆。他给先皇当了30年的儿子，是非常了解先皇老爹的。还有在他病危的时候，小福宝力挽狂澜的表现让朝廷没有被颠覆，这都不是一个不满2岁的小娃娃能做到的。还有唐志忠的死也是一个讯息，能这么恨他，恨不得他不能多活一点的人，也只有他先皇老爹了。此外，太子的性格他了解，还没这么心狠手辣。皇上已经知道拓跋玉那少年也是死得悄无声息，这更像他父皇的手笔了。讨厌的人全都干掉，不能活。小福宝被皇上看着，而且也从他的眼中读出了很多讯息。这个儿子他还是了解的。他也不装了。没错，我就是你老子楚成燕。没错，我就是你老子楚成燕。皇上看着小福宝稚嫩的小脸，父皇2字还是叫不出口。您是怎么返老还童的？难道修仙真的有用？以后你给皇家下一条规矩，谁都不准修仙，吃什么仙丹那都是狗屁。皇上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小福宝，好似在说，你自己都成功了还阻拦我们。小福宝白了一眼皇上，我就是吃丹药死的，至于为什么我有前世的记忆，可能是上天眷顾我，知道我有心愿未了。小福宝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带着记忆投胎了，不过有记忆也是好的，否则他们楚家的江山就不保了。皇上一脸羡慕地看着小福宝，父皇这运气也是没谁了，竟然还可以连着活2世，多神奇呀！那真的没有什么秘方，一直这么反复的活着？皇上满脸希冀地看着小福宝，就是想知道他们老楚家有没有长生或是永生的秘诀。想什么呢？还秘方？我自己都搞不懂为什么会是这样。小福宝想到沈妃的特殊之处，好像她的事情就很容易接受了。她娘是仙女呢，她娘是未来的人，还有神秘的空间。她有这么厉害的娘亲，她能有前世的记忆就非常好理解了。于是小福宝的小表情就有些得意，不过这个秘密不能暴露出来，他要好好的保护娘亲。皇上见此更觉得小福宝就是有秘方，就是不肯告诉他罢了。没有就没有吧。皇上觉得以后可以对小福宝更好一些，慢慢的感动他，等到他要死的时候，老爹总不能忍心不告诉他这个好大儿吧。他不着急，他还有20-30年可以感化小福宝。小福宝被皇上热切的眼神看得很不自在。总之这件事就咱们3人知道就可以了，不可外传。太子见到小福宝自己都不装了，就这么大咧咧的在父皇面前暴露自己的底牌。他焦急地打量着皇上的神色，就是想看出皇上心里所想。太子哪知道皇上根本没有干掉小福宝的意思。
那皇位？皇上承认他当皇帝没有他老子当得好，他老子是少年继承帝位，并且是一路拼杀上来的。我既然已经重新投胎做人，就是新的身份，楚家江山还是你们父子的。小福宝可不想困在一个地方，他要带着娘亲和那货一起吃喝玩乐，潇洒自在地活完这一生。皇上不知道是失望还是兴奋更多一些。皇位是至高无上的，但也有着应尽的责任。是，朕知道了。唐灵芝的姓氏也需要改了，还有亲王的爵位也要给他，将来我要继承的。小福宝可是知道权力的重要，想要吃喝玩乐不受拘束，就不能受限制。亲王的旨意朕早就准备好了，沈氏这次有功，封唐之陵亲王的爵位也是理所应当。给我娘亲的王妃吉服，多刺激她，她喜欢上面的花纹和样式。皇上心想，这个要求还真奇怪啊。不行。哎呦，可以，多做几套。那就好。接下来咱们说一说老四新封地的事。好。论起对大禹朝的了解，没有比小福宝更了解的人了。他曾经是皇上，但眼线也是遍布全国，毕竟他统治了大禹朝几十年，这不是才继位2年的皇上可比的。小福宝想到后世的世界，幽州是国都，如果条件成熟，大禹朝或许也可以迁都幽州。不过这是件大事，没那么容易决定，而且还要说服朝中的重臣，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。还不着急，但幽州不能给任何人当封地，如果那人真因为龙脉成了气候，那朝廷就难办了，很可能面临内斗的局面，这是小福宝不愿意看到的。老四的新封地就选在善州吧。皇上古怪地看着小福宝，这老四是怎么得罪他了？善州可算不上好地方，那边不仅挨着吐蕃，并且地盘都没有幽州大呀。不过老四没得到好处，他还是非常满意的。好，朕这就下旨给老四换个地方。正巧他还和朕哭求，说幽州重建要花费不少银两。他确实是没钱了。皇上想问你怎么知道的，但想到几个弟弟私下的小动作都被看在眼里，而且这次都吐出了不少，又把话咽了下去。小福宝想到唐之陵过去疑神疑鬼的，总担心活不久的样子，开口道：以后留在唐灵芝身边监视的人都撤回来吧，他没有造反的心，更没有那脑袋。皇上的脸色一僵，他的小心思被揭穿了。他过去确实尽量避免和唐之陵见面，但是又私底下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。他从小在国公府受到了非人般的对待，童年过得并不好，长大之后更是个草包，就是他那些同僚拿话骂他，他都听不懂什么意思。这样的人还不至于你忌惮他。皇上怔住，他还真不知道小六的过去过得那么苦，但几个弟弟他不可能一点不防着。是。小福宝似乎是看出了皇上的口是心非。你要是担心他，还不如担心我。皇上终于想起来，小福宝是他弟弟的那一只。确实，要是小福宝想继续当皇帝，那造反都很容易了。皇上收回了自己的心思。小六以后是自由的，不会有人再监视他了。好啦，没事了，我要回家啦。小福宝想到家里的宅子太小了，眼珠一转，想到了皇上的司库有一个非常好的地契，他们家也要换到大一点的地方了。唐侯府太小了，把永兴坊那宅子给我家吧。那宅子不仅占地面积大，园子里修缮的更是漂亮，可是值不少钱呢。皇上有些肉疼，算了，就当是给小爹容养了。是，朕下旨意的时候会加上去的。小福宝满意了，背着小手往殿外走去。